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高田小说社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新故事。沈耀是父亲从小给我挑选的未婚夫，等到他彻底继承我家产业后，他就需要履行婚约娶我。可我却不知道他早就有初恋。后来他骗我爸爸签下了阴阳合同，锒铛入狱。他找回自己的初恋，举办世纪婚礼。他家人取笑我：“你还以为你是谢家那个大小姐吗？落难凤凰不如鸡。”沈耀也对我百般折辱，不要妄想沈太太的位置，咱们连结婚证都没领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一切都是他做的戏，就连当初自以为是的领证结婚，都是他做的局。可我已经没力气要解释了。再过2天，父亲就要被放出，到时候我们会离开这个城市。我爸被诬陷偷税漏税时，沈耀却在帮助被家暴的白月光离婚回国。他看我在家，直接让佣人把我的东西扔出主房，以后灵隐住主房，你住客房，反正过不久我和他就会结婚，他先住进来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父亲的事情已经勾走我的太多心神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申辩这个问题。当初结婚没多久，我就知道他和叶灵隐还保持联系，我发过疯，甚至用过很多方法胁迫他，可都没用。最后我也放弃了。你关心他可以，但是你也要关心我们的小家呀。我才是你老婆。他淡淡扫了我一眼。可是我想要老婆不是你呀。一句话让我丢盔卸甲。我知道我努力经营的婚姻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可我还是得这样过下去，至少表面是这样的。我僵硬地扯起笑脸。行，我先搬到客房住。我把地上的东西捡起，又扯了扯他的衣袖，声音带着祈求：“那个沈耀，我爸的事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人？我爸不可能做出偷税漏税的事情，他是冤枉的。你帮。”话没说完，手就被用力扯下，他力道很大，说的话也毫不留情。那是你爸，又不是我爸，要管自己管。叶灵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怯生生地开口劝：“沈耀哥，你和嫂子还没离婚，这样不好。当年谢叔叔虽然威胁我嫁给那个男人，可是这些年都有给过他钱，让他对我好的，我不能不知恩。”几句话把我爸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拼命解释，沈耀却是一句也不听，带着叶灵隐就回到主屋。隔着一扇门，我听着2人打情骂俏的声音，心已经麻木了。我转身离开，从黑名单拉出一个电话拨了过去：“只要你能帮我爸出来，你要什么我都给，包括我。我是谢家独生女，爸爸早早就开始物色未来女婿，甚至把人带到我面前来让我挑选。最后我选择了家里快破产的沈耀。从那天开始，爸爸就尽全力栽培沈耀，为他家公司注入资产，叫他行商之道。一开始他对我也是好的，在学习的闲暇时候就会抽时间陪我，对我百依百顺。旁人说他是我的小童养夫的时候，他也不生气，还会笑着回应。以后的敏敏会嫁给我，说我是小未婚夫也没错。爸爸对他也很是放心，在我和他结婚后，直接把公司转到了他的名下。直至他曾经的初恋曝光，嫁人的初恋总归只能存在记忆，我爸爸不太在意。直至前些年他出国的时候遇见他，发现他所托非人，爸爸给了他很多钱，让他回国。他甚至还想过用些手段，让他和家暴的前夫离婚，只是却被拒绝了。谢叔叔，你是好人，可是即便我能回去，我爸爸和后妈也会把我再嫁人换取利益。我还不如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完一辈子，毕竟我都习惯了。身为女人，我是心疼他的遭遇，加上他的联系方式，也想要帮他寻找保护，却没想到他早就和沈耀联系上了，甚至经常把一些掐头去尾的聊天给沈耀看，让他和我本就不多的感情日渐消散。他开始越来越不着家，甚至被媒体拍到和一些女明星同进同出，更是有一次被我发现喝醉和女明星滚在一起，我气得甩了他一巴掌。第一次说了离婚，可是说出后又后悔了，他却讥讽我：“离婚？咱俩都没结婚，离什么？
我以为她是气话，直到听到她和婆婆的聊天内容。你和谢敏假领证的事情，一定要藏严实了，要不然以谢敏的性子，肯定是会跟你闹的。还有你那群兄弟，千万让他们不要说漏嘴，什么民政局，演戏也要演全套的。演戏对上了，都对上了。那天的酒醉胡言，其实是酒醉吐真话。我深呼吸几口气，压下那股子钻心的疼，在沈耀准备出来之前，闪身离开。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，看着镜子中自己泪流满面，我就那么静静地哭着，无声地哭着，哭累了就等着眼泪干涸，眼眶消肿。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的不对劲。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不缠着沈耀了，他应该有所察觉，但是却什么也没说。星号，沈氏集团总裁结婚的消息散播得漫天遍地，叶灵隐也出现在了群众面前。还是沈耀主动公布，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。我和沈耀结婚并没有办婚礼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没结婚，所以也更加羡慕叶灵隐。我换了一件白色长裙准备出门，却被沈耀叫住了。你要是不想让你爸爸背叛得更快，出去就不要乱说什么。他声音淡淡，却带着一种威胁。叶灵隐揽着他的手臂，声音娇俏温柔：谢小姐，家里的摆设我都不喜欢，要哥准备帮我重新设计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转过身，有些咬牙切齿，这是我谢家的祖宅，你们凭什么动？叶灵隐有些被吓到了，连忙躲到沈耀身后。你要是生气，我就不动了。沈耀却是冷笑出声，谢家祖宅那都是过去式，现在他姓沈，而灵隐会是沈家的明面上的女主人。谢敏，你要是不想我和你离婚，把你撵出去，有些事儿你就少掺和。叶灵隐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，沈耀心思一动，直接把人揽在怀里。我沉默了，等到两人从我身边离开，消失不见，一辆轿车缓缓停下，车窗滑下，露出一张邪似的面容。司修成冲我笑笑：你就不怕我把你吃的渣都不剩？我抿了抿唇，那就渣都不剩好了，只要我爸爸平安无事，打开后车座坐进，开工没有回头箭。这次之后，沈耀，咱们就真的没有关系了。司修成是 C 市的首富，曾经疯狂地追求过我，但是他行事太过极端，让我有些难以接受。可是现在想想，这恰好是我需要的，只要我给出足够的代价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。星号总统套房，明亮的灯光之下，是一件又一件的高定，还全是我的尺寸。他目光直白又炽热，让我穿给他看。这里面很多样式都是我曾经出席宴会穿过的，有毕业晚会的香槟色长裙，有成人礼的吊带高定，配套的珠宝都陈列在箱，无一例外都是和我曾经戴过的首饰一致，但也只是像，不是原品，更像是重新复刻。我有些细思极恐，他竟然一直在关注我。换上那条香槟色露背长裙之后，他一把扣住了我的腰，灼热的呼吸洒在身上，气息被攻占，呼吸开始错乱，耳边都是他沉重的呼吸，脑海里沈耀的影子一点一点被驱赶出去。他说：其实我也在你父亲给你的未婚夫清单里面，我一直在看着你，想要你选我，可是你眼里只要那个人，明明我们更配，不是吗？我可以给你想要的所有。我用手挡住眼睛，隐忍控制着失态。他越来越凶，把我逼得哭了出来，力气都被榨干，身体被汗液覆盖。我想要起来，却被他拦腰抱起。浴室开门，随着水雾升起，我又哭了一场。他简直不知节制。第二天的下午，我才有力气下床，床边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衣裳，衣服一边还有他留下的纸条：谢叔叔的事情我会马上办好，剩下的我会慢慢找你要。我把纸条捏成一团扔进垃圾桶，忍着浑身酸涩换衣服，回到沈家。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财产，这些年爸爸给我存了不少东西，也有那些纪念日沈耀施舍给我的。我把东西堆起来，把无名指的戒指摘下，我将手上的房产都抵押出去，
一些叫得上名头的珠宝首饰，则是直接送入拍卖行。等到人上门收完东西，沈耀才拉着叶灵隐从外面回来。他们大包小包，还拿了不少东西。沈耀从里面抽出一个小盒子丢给我，施恩一般对我说：“给你的。”我打开看，看着上面十分显眼的赠品二字，又默默把盒子盖上。他的视线落在我无名指上，眉头蹙起：“你的戒指呢？结婚戒指。”我抬头看他，笑容淡淡：“不合适了，毕竟你要和叶小姐结婚了。我再戴着结婚戒指算怎么回事？再过几天咱们去先把离婚证领了吧，也省得叶小姐被说闲话。”沈耀摸了摸鼻尖，摆摆手：“离婚证再等等，等我和灵隐结完婚再说。”他拉着叶灵隐就走。家里的佣人看着这一幕，都在窃窃私语，说什么闲话的都有。婆婆就在一旁听着，见我看过来，更是嗤笑出声：“落难凤凰不如鸡，我儿子还是会审时度势的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还有啊，灵隐要加进来，我家以前给你的3金什么的，该让出来就让出来，可别到时候等我去搜，那个时候谁的脸都不好看。”我想起那堆被我单独放出来的首饰，打了一个哈气：“那你自己去拿吧，一堆金包银，能值个4、5千。”说完我就出门了。我妈因为爸爸的事情紧张焦虑，她身体一向不好，这次出事更是直接病倒。我有时间就会去看看。家里的司机被嘱咐过，没有人会听我的，我只能打车出发。微博弹出叶灵隐的动态推送，是叶灵隐和沈耀的生活记录。才短短几天，叶灵隐已经更新了10几条。江边烟火，烛光晚餐，雨中接吻，单膝求婚，沈耀的爱意隔着屏幕都要溢出来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差别。和我相处的时候，沈耀是在笑的，可是笑意不达眼底；但是和叶灵隐在一起，他是那么放松，像是鱼儿在水里。医院，我拿着一份粥走了进来，走到熟悉的病房，却是听到一阵争吵声：“妈，你怎么能来医院闹呢？谢阿姨还生着病呢。”是叶灵隐的声音。我加快脚步走到门前，叶灵隐的妈妈正拉扯着我妈妈的衣领叫骂：“你一个痨病鬼，敢花我女婿的钱住医院？灵隐，你傻呀，他多花一点，你就少花一点。”我妈病怏怏的被扯着，听到女婿2字却是提起了精神，直接推了叶妈妈一把：“你胡说，谁花你女婿的钱来？我生病住院都是我家敏敏出的钱，我家敏敏结婚了，敏敏女婿也给出钱。”叶妈妈被推了一把，险些摔倒，更是恼火：“狗屁的敏敏女婿，你不知道吧？沈耀要和我家灵隐结婚了，这事儿早就满城都知道了，就你跟个傻子一样。”我妈震惊之下又想往前冲，却被叶灵隐一把推开了。她本来就身体不好，这一推整个人就往后仰了过去，后脑勺重重摔在地上，鲜血从后脑勺流出，妈妈瞬间失去意识。我冲了过去，蹲在她身边，拼命地叫护士。叶灵隐也吓傻了，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：“谢小姐，我刚才就是轻轻一推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都是你妈妈要冲上来打我妈妈，我才会动手的，你不能怪我。”我的理智被恐惧裹挟，只看着她的嘴上下开合，抬手一巴掌扇了上去。叶妈妈见状要和我打，被我一脚踹在了肚子上。我扯着叶灵隐的头发：“你说不怪你，那我问你，我妈在这家医院，你妈是怎么知道的？别把自己说的这么无辜，你藏着掖着的那些脏的，你以为旁人都不知道吗？”我还要打，沈耀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过来，一把扯住我的手，将我甩在地上。我的额头撞在墙角上，瘫坐在地上时，上面已经出现嫣红的血迹，一只眼睛快速被血液糊上，触目惊心的伤口却只换来他眸子一闪：“你以为灵隐是你那样的小人？你妈入院是我和岳母说起来的，我岳母不过是不想我被人吸血，有一句说错了吗？岳母，岳母，这就已经改口了。”他还没有停下，继续开口：“你妈住院没有花我的钱，你是不是忘了？
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谢家大小姐了，还用我帮你重温一下吗？我扶着墙而起，感觉自己好像在一场噩梦里。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无所有，父亲被关，母亲抢救，丈夫背叛，沈耀和叶灵隐十指相扣，走过我面前时停了下来，留下一句话：你要是还想让你妈妈好好治病，就安分守己，乖乖当一个透明人。我没有回应，他也不想听。护士过来给我伤口做了简单处理，伤口不深，不需要缝针。我去护士台，让护士把沈家的药费停了，重新打了一笔。我看着最后的账单，从账户里赚出了相应的钱，不过没有立刻转给他，还不到时候。妈妈的手术很快就结束了，转入了重症。医生说这次摔得有点严重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脑损伤。我身体一软，险些摔倒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，要是我倒下了，就没有人还能照顾他了。好在这么多消息过后，还是有好消息的。司修成约我见面，说是找到爸爸被诬陷的证据了，且已经找好律师，最多3天就能把人弄出来。我抿了抿唇，道了一声谢。他身体猛然逼近，我以为又要发生那日的事情了，身体一僵，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，却没想到他在轻点我额角，一下就退开。怎么一下没见，就这么狼狈了？我睁眼，舒了一口气，也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大概是遇人不淑。这次你想要什么？他坐在我身侧的沙发上，伸手点了点我的唇瓣，笑容玩味。这次的利息要小一点，你就亲我一下吧，不能少于3分钟。我起身，靠近，弯腰。3分钟，红唇肿痛。我拿着冰水镇痛，睁眼瞪他，他再想要靠近，我就迅速挪开，警惕地盯着他。3分钟了，你说的不能不作数。他低低的笑，声音我听得耳朵发烫。他没有食言，爸爸的事情很快就出了结果，那个做阴阳合同的人被抓，剩下的税务也补上。我爸在第3天就办完手续出来了。我让司修成帮我把事情瞒住，不要让沈耀知道，把我爸安顿好。我没有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告诉他，直接回了沈家。此时他们刚吃完饭，本来还十分热闹的餐桌，在看见我回来之后，立刻静了。我没有多看一眼，就准备回客房，却被沈耀叫住了。他看着我头上的伤，头一次用温和的声音问我：伤口没事吧？我没回答，他也不生气，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谢叔叔的事情，等我和灵隐结完婚，我会帮忙转还的。灵隐这2天有点紧张，你有时间多跟他聊聊。叶灵隐羞涩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哪有，我只是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是觉得沈耀也和你那个前夫一样会家暴。要是紧张这个，我劝你还是别结婚。叶灵隐脸色变白了，沈耀怒了，沈母更是呵斥出声：你闭嘴！谢敏，要是再胡说八道，你就滚出去。这里现在是谢家，我儿子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和我儿子剩下的话被沈耀叫停。我知道他不会让自己妈妈把事情摊开，他和叶灵隐还没结婚呢，万一这个中间我发个疯，闹个婚，把一些事儿鱼死网破的摊开，他不想毁了叶灵隐。滚回你的房间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求之不得。星浩，回到客房，我需要收拾的行李已经不多了，我的那些证件。凌晨，所有人都睡下的时候，我拖着一个行李箱出门，外面是我早就预约好的出租车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，心底的最后一点留念也清了干净。第2天，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离开了。有佣人好奇地看了客房一眼，低声交流：夫人怎么也不出来吃饭？这都快1天了。嘘，现在不能叫夫人了，以后夫人换人了。声音被沈耀听见。沈耀看了客房一眼，他不想吃就不用管他，饿1、2顿又不能死，这件事谁也没有放在心上。我去了医院，妈妈已经醒了，最坏的结果还是出现了。妈妈出现了一部分脑损伤，行动迟缓，能记得的人也不多。我从医院买了一辆轮椅推人出来。爸爸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，也只是叹了一声，
识人不清，识人不清啊！好在我们都还在，都还在。是啊，只要我们还在，我和司修成的交易一直在。我跟他摊开了，我不给你期限，你要是玩腻了，跟我说，我会从你眼前彻底消失。玩腻？他淡笑不语。你就这么确定？我心里有些打鼓，却还是点了头。那天我又没下得了床，气得我在他肩膀狠狠咬了一口。司修成给我们订了飞机票，直接来到了林市，行程也是安排得妥妥当当。爸爸对我和他的关系一点也不过问，只是嘱咐我不要受伤。当天，司修成就把爸爸空降进了一家小公司。谢总，您老一辈打江山的时候，我们还没出生呢，断没有说被小辈阴了一次后就偃旗息鼓了。我等你东山再起的一天。我找了护工照顾妈妈后，也出门工作，重新接触社会。我以前就是外语言行业，直接找了编辑部开始翻译书籍。只要除了某个时不时发情的男人，不过有了他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然也把沈耀忘了。沈耀和叶灵隐结婚当天，沈耀给家里打去了电话，婚礼是全程直播，让谢敏下楼看，这是什么心理呀？佣人在心里吐槽，却还是尽职尽责上门叫人。不过他也觉得奇怪，3天了，他都没有见到我出门，心想我可能是在他不在的时候下楼吃饭，敲了3下门，却没有回应。他只能开口：“谢小姐，您开一下门。”还是没有回应。他觉得不对劲，只能去找管家拿钥匙。门打开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好像一直没有人住的样子。他感觉有些不好，噔噔噔的下楼，拿起电话就给沈耀拨了回去。沈先生，谢小姐不在房中。那屋子的样子，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一样。沈耀的脸瞬间黑了，不知怎地，他心底有些发慌，但是又自己劝自己，他可能是去医院了，他妈妈出事了，他肯定是去医院陪他妈妈了。他拿起手机拨打了私人医院的电话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已经办理出院手续。什么时候的事？那句3天前，像一块大石头，重重地击打在他心口。他越发慌了。经过3天3夜，我终于是翻译出一本外国的小说，编辑部同意我的加入，直接给了我这本书的一部分翻译分成。虽然钱不多，我给妈妈买了一只小狗，让她闲暇时候看着小狗活动。妈妈麻木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，她坐在轮椅上，指着小狗说话：“敏敏，小狗。”敏敏最喜欢小狗了。我点头回应，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敏敏喜欢小狗。妈妈，你终于能说话了，生活只会越来越好，会越来越好。星号。沈耀脑海里冒出和我曾经相处的场景，爸妈从小千娇百宠，却没有把我宠得刁蛮任性。那沈家濒临破产，他的爸妈对他3令5申，一定要好好讨谢家那个独生女开心。要是被选定当未婚夫，那么他家的公司肯定能起死回生。他记下了，心底反感，却也记得这是自家公司唯一的机会，只能忍下。甚至偷偷地找到那个独女面前，主动献媚，把自己最可怜的模样演出来。谢小姐，你选我吧，你要是不选我，我爸妈回去会把我打死的。实际上，他却在偷偷打量这位谢小姐，被有钱有势的父母保护得天衣无缝，长得像个小天仙一样。看到她可怜的表情，立刻露出同情，还从口袋里拿出糖给她吃。我选你。肯定选你，别哭，我的糖都给你。妈妈说我长虫牙了，1个星期就准我吃这么多。后来她果然被选了，她高兴之余，心底也生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：谢家养了这么一个小白痴，她得好好看着，好好藏着，省得以后被其他人惦记。但她也不能表现得太在意，太被宠的女孩，以后会得寸进尺的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赶走他身边的人，让他孤立无援，让他只能看到他自己，甚至砍断他可能飞起来的翅膀，让他连靠山都没有了，让他只能依赖自己。他又打电话出去询问我父亲的情况，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。都走了，竟然都走了，他是早就打算好了吗？心底空落落的，
化妆师看他脸色很黑，小心翼翼叫了他很多次：沈先生，婚礼马上要开始了，您不去准备吗？这场世纪婚礼可是已经让人期待很久了呢，应该不会出乱子吧？星号，我以为沈耀以后不会联系我，却没想到婚礼当天他竟然给我打了40多个电话。我刚停下翻译喝水，拿出手机看消息，就被手机的温度吓了一跳。点开一看，才发现上面全是电话，全是沈耀。这人要干什么？我把手机号拉黑，就又有新手机打了进来。我没有防备接起了电话，是沈耀的声音：敏敏，你在哪里？现在还好吗？冷不丁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还打了一个寒战，摸了摸脑袋上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创伤，我又恢复了平静。新婚快乐，沈先生。沈先生是问我要礼金的吗？我差点忘了，我马上给你转。我找到之前记录的账号，把我妈妈住院的费用精确到小数点转了过去。还没有等他继续开口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他看着手机上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，身上冷气更甚。司仪又在门口催人，他却听也不听，直接拿着通话记录找人查位置，从婚礼现场离开。叶灵隐慢慢走入会场，却是没有看见自己心心念念的人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，带着打探，带着讥讽，带着审视。叶灵隐都快要疯了，他拉着司仪追问：人呢？沈耀呢？他去哪儿了？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。网上被世纪婚礼吸引过来的网友直接把这场婚礼评为史上最大闹剧，还挂到了热搜上。叶灵隐也被带了出来，有人认出了她，指出她原先丈夫家暴，这是二婚。不少人见到还有瓜，纷纷评论说沈耀始乱终弃，给她造成2次伤害。正讨论到高潮时，有人坐不住了：什么二婚？这不就是小三上位没上成吗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沈总他早就结婚了。那个老婆天仙一样的人，跟这个女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也不知这个人给沈总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家里的天仙不要，偏要吃咸菜。有人扒出这是某个大少的账号，风向转变得很快。我没有上网，光是翻译的事情就够我忙活一段时间了。我看着电脑上一点点重编的文字，咬着牙把它整完。电脑桌被主编敲了敲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就看到司修成站在哪儿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我看了看电脑时间，这才注意到已经下班半个多小时了。主编劝我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干，别让男朋友等久了。我脸一红，点了点头，把文档保存好，低着头往司修成身边走。主编刚才那个男朋友的称呼，他好像很受用，直接抱着我亲了一口。晚上伯父说要下厨，让我们回去吃饭，今天晚上留宿。他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股子色气，气得我抬手打他：你满脑子能不能别老是想那些事儿？你正常一点。他在前面跑，我就说留宿，又没说干什么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更加生气了，被连哄带抢，终于是塞进车带回家。没想到刚下车就看到个熟人，沈耀站在门口，我妈妈坐着轮椅不让人进门，这是坏人，走开，欺负敏敏。敏敏哭，敏敏哭，她情绪有点激动了。我爸想要把她退回去，她却不让，就是指着沈耀骂，直到看到我下车，妈妈才缓和了下来，笑着朝我招手：敏敏，女婿，爸爸今天做好吃的。沈耀回头同我双目对上，他眼底竟是溢满了欢喜。看到我会欢喜，我皱眉后退。沈耀不会是吃错药了吧？司修成把我搂进了怀里，率先开口：还没有恭喜沈先生新婚快乐，怎地今天不在家里陪新娘子，到这里来了？沈耀看着我肩膀上的那只手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眸色越发暗了下来。我家夫人和我闹了点脾气，我过来寻。他朝我招招手：敏敏，你过来，我们回家。我和叶灵隐没结婚，之前都是我想错了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你这段时间和他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在意。他这么低声下气的样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：
怎么那么贱呢？和他上床也不在意吗？沈耀愣住，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。可我就是说了，有了这句话开头，我更加能说下去了。没离婚，沈耀你在骗傻子呢？还是说你入戏太深，完全忘了和那群假兄弟组局骗我假结婚？戒指、婚姻，连那张结婚证都是假的，你哪里有脸叫我回去呀？再说，我现在挺好啊。我翘脚在司修成脸上亲了一下，和他双手交握，从他身前走过，进了家门。他一个人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我没再关注，也不想关注。星浩和司修成在一起，我一直处于找了一个床搭子的态度。我觉得再过不久他肯定会腻了。可是这家伙却开始变本加厉，在知道我被其他公司的人追求之后，强烈要求我给个名分，不行就撒泼，在我脖子上印满了草莓，不让我出门。我被烦得不行，终于同意了，在朋友圈官宣了个情侣戒指。他却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，直接把照片发到了公司官博上。我知道时，那条官博转载已经过万了，底下评论很多都在问老板和老板娘什么时候结婚，老板什么时候带老板娘巡视公司，让我们认认人，恭喜老板，老板发红包啊。司修成只回复了第一条，媳妇什么时候同意，什么时候结婚，追妻路漫漫。被秀了一脸的单身狗在底下诉苦。父亲在司修成的一路绿灯帮助下，小公司竟然因为一条视频出圈。先是有人发现爸爸眼熟，很快就有人指出爸爸曾经资助过很多山区孩子上学，但是还有人指出父亲之前被爆出偷税漏税被抓起来的丑闻。只是没过多久，这条就被澄清了，还是官方账号澄清的。不用说，我就知道肯定是谁在做推手。爸爸做好事不留名的消息被盯上，有心之人开始做细致调查，竟然扒到了我。谢爸爸是个好爸爸，可惜他那个女儿遇人不淑，竟然嫁给了一个渣男，也不能说是嫁。你们敢信？那个渣男因为还有个白月光，竟然设计和谢小姐假领证。我当时在现场，但是人微言轻，我憋了很多年了。看着谢小姐过得这么不好，曾不止一次在微博上想告诉谢小姐真相。有谢家以前的佣人出来作证，我在谢家工作过，谢家都是好人。小姐、老爷夫人心肠都很好，只可惜遇人不淑，沈耀被人扒出来，叶灵隐也是没有被放过。一个是破产家子白眼狼，一个窝里横吸血鬼，都不是好人。网友知道谢家产业改名换姓成了沈耀的一言堂，就开始自发地抵制沈耀公司的产品，以多咬死象。这年头最败好感的就是这种白眼狼。叶灵隐现在都不敢出门，他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，那些人认出他就会对他指指点点。听说了没有？人家那个谢总啊，知道他是自己女婿的前女友，发现他被家暴，又是给钱又是给关系，想要帮他脱离苦海，谁曾想他不领情就罢了，竟然还和谢总女儿女婿搞在了一起，把人家一家害得来。叶灵隐听到，尖叫着跑开。不仅如此，家里的佣人也开始对他指指点点，沈母对着他也是没好脸色，时不时还会阴阳两句，连男人心都留不住的废物，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你也不知道珍惜，这么久了，你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会之前就因为不会生孩子才被家暴吧？叶灵隐有苦难言。那场婚礼结束后，沈耀就没有碰过她，他真的过够了，不止一次想过离婚，他妈妈却又在逼迫他，你如果离婚，我马上给你找个老光棍把你嫁出去，跟了沈耀这么好的女婿，你就享清福吧，干什么还想着离婚？他感觉快疯了。星浩，沈家破产，我几乎没有一点意外。我意外的是叶灵隐找上我，她憔悴了很多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抽走了一样，一下子老了20多岁。她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帮忙，谢小姐，谢小姐，你帮帮我，沈家破产，我妈肯定会让我离婚，然后随便嫁了换嫁妆的，你帮帮我，我想躲开，
他却紧紧地抱住我的大腿。司修成及时走了过来，扶住我的腰，后退也得小心肚子，孩子才2个月，别摔了。叶灵隐还要继续求，被我打断了。我没有帮过你吗？我这个人呐，心眼子小，同样的坑啊，踩了1次就不想踩第2次了。叶灵隐浑身一震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就要朝我磕头认错，下一秒自己就被人扯了起来，丢人现眼，跟我回去。沈要看都不敢看我，扯着叶灵隐的手十足下了力气。叶灵隐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看着两人渐行渐远，脸却被人捏住了。司修成把我转到他的方向，直接俯下亲了一口。一个破落户，有什么也值得你多看2眼。我不好看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奈的附和：你最好看，你最好看。这男人怎么越大越像个小孩子？这也能促上？再说，越是多看他们过得不好，我心情越好。就这你还不准我多看吗？对，我无言。第1个故事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。接下来的故事会更加精彩，别着急，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吧。婚礼那天，大屏上出现未婚夫和初恋女友深情拥吻的画面，他扔掉戒指，拉着那个女人逃之夭夭，眼看我就要沦为天大的笑话。伴郎叶宵挺身而出，眼含热泪向我表白。2年以后，在他第5次向我求婚时，我哭着答应了他。我从未怀疑过他的真心，直到我去中医院拿药时，听到他和医生朋友的对话：叶宵，嫂子长期服用藏红花和苦参，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，还是停药吧。他一结婚就吵着要孩子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偷偷给他下药。医生朋友痛心地说：你这样做对嫂子太不公平了，她那么爱你。叶宵冷笑，可我心里只有琪琪。她不高兴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做。当年要不是担心苏钱纠缠琪琪，我才不会娶她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自以为的幸福圆满，原来一直是我自作多情。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，我打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师傅，给我一个新的身份吧。我想重新开始。4年了，嫂子一直以为是她的问题，打排卵针，喝中药，心心念念给你生孩子。你对她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残忍？我对她有多好你不知道，让她不停怀孕，再不断流产，才是对她最大的残忍，好不好？我劝过她不要太执着，大不了领养一个孩子，可她死活不肯，能怪我吗？你为什么不肯要孩子？因为琪琪不高兴啊。叶宵提到林琪的名字，连口气都温柔得一塌糊涂。这4年来，我一直活在痛苦和自责中，经常需要安眠药才能熬过漫漫长夜。陆家3代单传，公婆天天盼着抱孙子。叶宵虽然说过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可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，那份羡慕都要从眼里溢出来了。我跑遍全国寻医问药，连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都试过了，还一度引起腹积水，命悬一线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自己就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小丑。但凡他对我有一丁点感情，都不会冷眼旁观。到现在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却从来没怀疑过是他亲手为我熬的药膳有问题。可怜我像傻子一样被他耍得团团转，而我所经历的所有痛苦，只是为了让林琪高兴。我的世界崩塌了，所有的幸福美好都化为泡影。诊室里传来桌椅摩擦地面的声响，隔着门板，我听到叶宵说了再见。门被从里面拉开时，我刚刚颤抖着手按下电梯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叶宵狐疑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。来找一个朋友，不小心走错楼层了。眼泪被我生生咽下，倒流进食管，苦涩弥漫进整个胸腔。我轻握指尖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没有异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陪一个客户来的。他明明在撒谎，可却丝毫看不出心虚，演技这么好，难怪我从未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他搂住我的腰，附在我耳边低声说：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几天是你的排卵期吧？我推掉晚上的应酬，回家和你造小人儿，等着我哦。温热的呼吸落在我的耳畔，瞬间化作绵密的针，
阵阵刺痛。以前他这么说，我会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我看了一眼他身后那扇敞开的门，正好对上那位医生朋友的视线。他迅速转头看向别处，脸上闪过一丝肉眼可见的愧疚。帮凶果然不如主谋定力好，轻易就露出了破绽。我轻叹一声，缓缓收回视线。电梯里有点拥挤，半抱着我的叶宵不得已松开了我的手，那股冲到喉头的恶心这才慢慢散去。曾经深爱的男人，此时在我眼中就像浑身流着毒液的异形怪物，连正眼看他我都会生理性不适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坚持坐在后排，不管他说什么，都只是随便敷衍几个字。他的手机不断响起，却碍于我在车上，一直没有接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肯定又是公司有急事，我把你送回家就赶回去。他匆匆说完，猛踩油门。我没有系安全带，脑袋狠狠撞上靠背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太着急回公司了，最近在做的项目很关键。我想好了，做成以后一定请长假好好陪陪你。他的所谓项目不就是陪林奇吗？那我这些年的辛苦算什么？又是一阵心酸掠过，我仰起脸，咬牙不让眼泪流下来。小区门口正在修路，车子开不进去，只有窄窄的一条土路可以通行。我下了车，还没站稳，叶宵就急不可耐地说：“老婆，我急着赶回公司去，不用我陪你进去吧？”挖开的公路是一个极深的大坑，我看了一眼，顿时头晕目眩。要是放在以前，只要我一撒娇，他一定会陪我一起走。我淡淡的说：“不用了。”车门即将关上的片刻，我不小心走了下神儿，脚下一滑，直接跌进了深坑里，后脑勺磕到了金属器械，尖锐的疼痛蔓延至全身，眼前陡然腾起一团黑雾。我几乎下意识地大喊：“叶宵，救我！”施工的工人们惊叫出声，我却清晰地听到了车门啪嗒一声关上，引擎声轰鸣，车子绝尘而去。叶宵没有再打电话，周围也非常安静，而且他的听觉一向很好。我不信他听不到我的呼救，千疮百孔的心像是又被狠狠捅了几刀，血流如注。原来去见林奇这么重要，他可以连我的命都不顾。陷入昏迷的前一刻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焦急的声音：“快，快叫救护车！”我怀着深深的感动，堕入未知的黑暗之中，长得望不到边的噩梦始终缠绕着我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都无法逃脱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话。这位伤者我见过，她叫苏钱，是 Rh 阴性血，以前来咱们医院献过血。听说她老公也是这种血型，打给她老公，让她来输血呀。打过了，她说现在有急事走不开，让我们找别人。可是太不巧了，这种血型的人本来就少，被按过的打了一圈都不在本地。爱与不爱的区别真是太明显了，有什么事比救命还急？我不禁冷笑，冰凉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出来。没救了！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，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。不管多么愤怒、不甘、绝望，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睁开眼时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狠狠掐了一下胳膊，刺痛传来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没有死。护士看到我醒了，赶紧喊医生过来：“你真是命大，要不是有人连夜开车跑来给你输血，真就没命了。”那位同血型的人不愿意透露姓名，献完血就匆匆离开了。我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我久久无法平静。摸出手机来，我点亮屏幕，发现一个未接来电都没有。自从我3岁那年父母离异，各自重组家庭之后，我就成了多余的人，辗转于不同的亲戚家借住，受尽了寄人篱下的苦楚。和叶宵结婚之后，他不只是我的老公，也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他曾经是我的命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。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响起车门咔嗒关上的声响，我能想象叶宵当时的脸色有多么冷漠和决绝。
在我和林奇之间，他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。林奇的朋友圈每隔2、3个小时就更新一次，我不小心磕破了膝盖，老公立刻飞奔来看我。自从他回来，我就没有沾过地，不管去哪里，他都愿意抱着我。老公的每一件礼物都能送到我的心坎了，有福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这么好的老公，难免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。不过没关系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2个我打1双。想抢走我的男人没门儿，老公太黏我了，恨不得每时每刻亲亲抱抱举高高。他说他要我做一辈子被宠爱的小公主。评论区全是羡慕和祝福，叶宵所有的朋友都点了赞。原来他们也早就知道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那位医生朋友弱弱的在评论区问：“这样不合适吧？”他是好心提醒他，做小三儿还这么嚣张，未免太离谱了。谁知道林奇还没说什么，叶宵先怒气冲冲地跳了出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相爱的人恨不得让全世界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”叶宵一定以为我没有林奇的微信，才敢这么嚣张。当初前我的前未婚夫放我鸽子之后，叶宵曾经无意中问过我，会不会主动联系他和林奇。我说绝不可能，他信了我。可是一定没有想到林奇会主动加我。出院回到家，家里空荡荡的，日历还停留在我离开家那天。叶宵有每天翻日历的习惯，显然他一直没回来过。我在沙发上呆坐了一会儿，过往的甜蜜画面一一浮现，洪水似的奔涌而来，几乎将我彻底淹没。手机响了，是叶宵发来的，一个朋友的猫咪没人照顾，我派人送过去了，你照顾一下。几天没动静，他终于联系我了，竟然是为了一只猫。没过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快递员把猫笼递给我的时候，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猫咪项圈上的小牌子，上面写着辛迪，那是我的英文名。虽然猜到猫咪10有8九是林奇的，可猫咪是无辜的。我虽然不情愿，可还是友好的和它打了招呼。猫咪嗅了嗅鼻子，突然狠狠地瞪着我，尖叫着在笼子里上蹿下跳，看上去很烦躁的样子。叶宵的微信又来了，猫咪不喜欢被关着，把它放出来。我没理会它，危险的气息迎面扑来，谁知道放出猫咪会发生什么？猫咪的尖叫转为嘶吼，我的耳膜几乎被刺透。我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隔绝了猫叫。门外传来脚步声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刚才快递员离开时没有关好门，谁知道拉开卧室门的下一秒，一团雪白猛地冲到我身上，尖利的爪子隔着单薄的睡衣刺进我的皮肉里，疼得我忍不住大叫，下意识地抓住它的皮毛狠狠甩出去。苏浅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为什么对我的猫咪下这么重的手？呜呜，林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，他眼眶含泪，哽咽着去抱那只猫咪。我还没有从惊恐和疼痛中缓过神来，一道黑色的身影风一样刮到我眼前，啪的一声，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痛蔓延至全身，我双腿一软瘫坐倒在地。苏浅，就算你心里有火，气我几天不回家，也不能拿一只猫撒气啊！这只猫咪是琪琪的命根子，陪了它整整1年，琪琪早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家人，才1年而已。我带血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，露出一抹冷笑。我和叶宵同床共枕4年又如何呢？他依旧每天给我下毒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。我缓缓仰起脸，对上他愤怒到发狂的双眼。过了好久，我才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，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，你知道吗？叶宵瞪了我一眼，冲到林奇身边，搂住了泣不成声的他，痛心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带猫咪去医院治疗。”不用了，它好像已经快不行了。呜呜，什么？叶宵转头看向我，眼里燃烧着冲天的怒气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，这只猫咪是我见过的最温顺的猫咪。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毒妇？
我的目光掠过他领口内侧若隐若现的红痕，失控大吼，猛地撕开自己的睡衣，胸口是尖利的爪子留下的细长的口子，此时还渗着血珠，血珠汇聚成细细的一条线，蜿蜒而下，看上去丑陋恐怖，就像魔鬼发疯时的画作。叶宵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口中那只温顺的猫咪留下的。我用自己的生命起誓，是它先袭击我的。我说的话要是有一个字是假的，出门被车撞死，我像困兽一样，吼得歇斯底里。叶宵正在那里，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。林奇抱着那只猫站到他身后，委屈巴巴地说：“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，一定是你先惹恼了辛迪，他才袭击你的，又或者是你用指甲划破了自己，故意盐苦肉细栽赃辛迪身上吧？”叶宵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他，少拿伤口博同情。我才不会对你这种人心软。你到底对猫咪做了什么？说。此时我的大脑已经稍稍清醒了些，我面无情地慢慢走近那只猫。林奇警惕地把那只猫抱紧了，像是生怕我会一怒之下掐死它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那只猫却陡然弓起身子，喵呜一声，再次向我扑来。好在我有防备，闪身躲到一旁。那只猫扑了个空，不偏不倚摔到了茶几上的小木雕上。木雕突出的枝丫直直刺进它的腹部，它惨叫一声，顿时倒在血泊之中。林奇脸色一白，昏倒在叶宵的怀里。他们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4年的房子。坐上出租车之后，我拿出手机，发现半个小时之前有一个新邮件提醒，那是一个视频合集，包含了叶宵和林奇5年以来的大量甜蜜瞬间，连蜜里调油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黏腻，有的尺度大到令人啧舌。我以为我会难过，没想到心里竟一丝波澜都没有。邮件正文只写了一句话：苏浅，你输了。但凡是你爱的男人，早晚都会落到我的手里，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就知道他根本不爱叶宵，我有多傻，叶宵就有多傻。可我并不同情他，他不配。我给林奇发了一条微信，主卧的床头柜抽屉里有一份离婚协议，想办法让叶宵签了，你就彻底赢了。发完，我把手机卡拔出来，打开窗户扔了出去。临上飞机前，我清空了微博上和叶宵有关的全部内容，最后一条微博只有一句话：曾经，为了你，我愿意热恋爱整个世界。可现在，我只想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林奇在叶宵怀里醒来，目光落在猫咪的尸体上，再次泪如雨下。琪琪，别难过了，你还有我，我们好好把猫咪安葬了吧。叶宵把林奇扶起来，环顾四周，没有看到苏钱的身影，莫名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他们在城郊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埋了那只猫。回市区的路上，叶宵的朋友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去看一下苏钱的微博。看到那条微博时，他的表情瞬间僵硬，脸颊上的肌肉都隐隐抽动。该怎么形容呢？恐慌、震惊、心痛，或者什么都有吧。林奇瞟了一眼叶宵的手机屏幕，不以为然道：“苏钱只是吓唬你，他怎么舍得离开你呢？他那么爱你。”他顿了一下，有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他害死我的猫咪还玩消失，有什么资格生气呀？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肯说，猫咪的命也是命啊！以前我觉得他还挺善良挺大气的，他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这些年就是太宠着他了，他人都变坏了。”虽然叶宵气还没消，可听到这里还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你别这么说他，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们朝夕相处，早就有感情了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其实心里只有苏钱一个人。叶宵莫名烦躁，没心情哄他，拿出手机拨通了苏钱的电话，打了好几遍都无法接通，这是5年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。苏钱的手机一向24小时开机，每次他拨过去，最多响2声，他就会接。甜甜的一声老公，不管多么心烦都会烟消云散。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他心慌的不行。
林奇一直在说话，可他只能看到他的嘴张张合合，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，活像一出哑剧。叶宵不死心，又发微信给苏钱，刺目的感叹号弹出来时，他傻眼了。苏钱说过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他永远不会让他找不到他，也永远不会和他离婚。他一向说话算数的，可为什么会拉黑他呢？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跑进卧室，打开梳妆台上的木匣子，里面是苏钱的奶奶生前留给他的一对翡翠绿的手镯，他不舍得戴，一直放在里面。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，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看。可是木匣子空空如也，手镯被他带走了。看着叶宵惨白的脸，林奇暗暗得意。傻瓜，苏钱连离婚协议书都写好了，当然是打算彻底消失。你不是不爱他吗？在这儿装什么深情？阿萧，听我的，停掉他的信用卡，他撑不住了几天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叶宵觉得有道理，立刻打给银行，帮我停掉苏钱的信用卡。叶先生，您太太已经把所有的信用卡都注销了。他说以后再也不用了。叶宵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巨响。苏钱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，是他希望苏钱回归家庭，他才毅然辞掉工作，回家做全职太太的。他没有钱，平时生活开销都是刷信用卡，身无分文的他能去哪里呢？他想到给苏钱的朋友打电话，点开通讯录，才猛然意识到，他结婚后要么在照顾他，要么在寻医问药治不孕症的路上。他以前的朋友早就不再联系，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是他的全世界。林奇发现叶宵情绪低落，勾住他的脖子撒娇：叶宵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人家刚刚死了猫咪，难过死了，你亲亲我，抱抱我，好不好？叶宵眼神空茫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林奇踮起脚步，主动去吻叶宵，可不管他怎么努力，他就是石头似的，没有任何回应，简直像丢了魂似的。苏钱不过就是拿离家出走威胁你，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拿捏？你看看我吗？你难道不想吗？林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叶宵，抬手便去解他的纽扣，解到一半，叶宵突然开口：为什么猫咪看到苏钱会突然发狂？林奇脸色僵住，片刻后才委屈的小声说：这个我哪知道，一定是苏钱不喜欢他，打他，虐待他。叶宵几乎是下意识地打断他：不可能，平时苏钱经常抽空去孤儿院做义工，也一直坚持给流浪动物救助机构捐钱。他说过自己淋过雨，所以希望给别人撑起一把伞，自己怎么会怀疑他殴打林奇的猫呢？不但说了重话，还动手打了他。他心里生出不祥的预感，好像自己要失去他了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钳住，疼到无法呼吸。林奇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，扭着细腰在他身上蹭来蹭去，曾经甘之如饴的甜蜜在此刻却味同嚼蜡。他的手已经滑进他的衬衫，一边挑逗他，一边娇声说：你想要我吗？滚下去！叶宵眼底升起血红，一把推开他，猛踩了刹车。他隔着林奇推开车门，不由分说把他推了下去。你打车回去，我要去找苏钱。苏钱说过好几次想去芬兰看极光，说不定他现在就在机场。他打电话给助理，让他查今天所有的出境记录，看没有苏钱的名字。助理很快回了电话：叶总，没有查到太太的名字。他把油门一踩到底，喃喃自语：还来得及，现在赶过去，说不定还能把他哄回来。不是说不定，是一定，一定。车子一路狂飙，好几次差点剐蹭到别的车，碰到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，强硬地截停了他的车，不由分说就对他一顿拳打脚踢。叶宵顾不上和对方过多纠缠，脑子里全是苏钱决绝离去的背影。他趁那个男人不注意，开上车继续赶路。直觉是一种太玄妙的东西了，他的直觉没错。此时苏钱真的在机场，正准备登机。等到叶宵跌跌撞撞跑进机场大厅，
刚好隔着落地玻璃看到一架飞机徐徐起飞，助理的电话打过来：“苏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太太登上了去芬兰的航班，时间就在5分钟前。”叶宵绝望大吼：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来来往往的人纷纷向他投来诧异的目光，他早已顾不上这些，把手机狠狠摔了出去。屏幕上出现蜘蛛状的裂痕，仿佛有什么磐石一般无坚不摧的东西轰然分崩离析，裂成千万碎片，直直刺进他的心窝。苏乾是一个很恋家的人，自从和他结婚就没有出过远门，他一直在等他，等他有空了陪他一起去旅行，就这样一直等，等了4年。他不是没空，只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陪林奇了。当年叶宵的前未婚夫扔下他和林奇跑去国外，叶宵心里只有林奇，为了让他过平静的生活，毅然决然地选择拖住苏乾，却从没想过会日久生情。苏乾走了，他的心也被带走了，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1个月过去了，他把所有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，几乎把芬兰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见到苏乾的影子。他找了最贵的私家侦探去查，才知道苏乾到了芬兰以后不久就换了新身份。至于他去了哪里，花再多的钱也没人查得出来。眼看着叶宵魔怔了一样，花钱如流水，就为了把苏乾找回来。林奇急眼了：“阿萧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地球这么大，难不成你都要翻个遍？”苏乾存心想躲你，你觉得能找得到他吗？这个贱人就是故意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叶宵狠狠一个耳光扇倒在地。你再敢说他不好，我杀了你！叶宵看林奇梗着脖子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气得直接伸手钳住他喉咙。你才是贱人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勾引我。苏乾怎么会赌气人间蒸发？林奇做梦都没想到叶宵会这么对他。他的脸憋得发红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可是不管他怎么挣扎，叶宵始终铁青着脸，不为所动。别，我不想死。林奇豁出命去吐出这几个字，他生怕自己真死在叶宵手里。他不是爱他吗？他不是为了他甘愿付出一切吗？他不是承诺过会爱他一辈子吗？就在他陷入窒息的前一秒，叶宵猛地松开他，他眼眶血红，仇恨的眼神几乎要贯穿林奇。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可是林奇哪里肯走？他好不容易赶走了苏乾，差一步就能成为富太太。我可以走，可是我最近买的东西都是刷你的信用卡，只要你签字，我立刻走人。我林奇又不是没了你活不下去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叶宵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去找回苏乾，为了耳根清净，夺过林奇递过来的一堆单子就开始狂签。丝毫没注意到林奇眼底一闪而过的阴险得意。厚厚的一沓终于签完了，叶宵把笔狠狠摔在地上：“还不滚！叶宵，你别后悔，我绝不后悔。”林奇扭着细腰，哼着小曲离开了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助理打电话过来，焦急地说：“苏总，您怎么突然把公司的全部股权都转到林小姐名下了？她以新总裁的身份要求我通知所有股东过来开会。”叶宵惊愕：“什么？”等到他匆匆赶去公司，临时股东大会已经结束，自己的办公室也被林奇占为己有。叶宵质问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林奇已经亮出了股权转让协议，上面明晃晃地写着叶宵的名字。叶宵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林奇算计了。林奇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林奇坐在老板椅上，满脸不屑。你不会以为我和你在一起是因为爱你吧？要不是你叶家少爷的身份，你以为我会正眼看你？要说我的命还真是苦，本来以为苏乾眼光不错，看上了个高富帅，没想到他那个前未婚夫居然是个假富豪，害我白白浪费感情。好在有你这个备胎，不然我只能过穷日子了。他成功上位，跻身富人圈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嚣张又得意。叶宵一时接受不了自己彻底沦为穷光蛋的残酷事实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一切都晚了。为了眼前这个拜金女，
他失去了全心全意爱自己的妻子，伤透了他的心。如今他连辛苦打拼的事业也失去了，他的报应还是来了。叶宵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猫会咬苏钱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从你那里打听到苏钱用的什么香水，每天在折磨那只死猫之前，我都戴上印着苏钱照片的面具，喷上他用的那款香水，一点点培养他对苏萧的恨意。还有，苏钱这么决绝离开，是因为我早就加了他的微信，我在朋友圈发的所有动态他都看见了，我还把咱们在一起的甜蜜视频打包发给了他。苏钱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，他对你早就伤透了心。叶宵几近崩溃，脸上满是仇恨和绝望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瞒得天衣无缝，怎么都没想到林奇把一切都告诉了苏钱。原本他以为，就算林奇转身离开，至少还有苏钱在等他回家。苏钱是爱我的，至少她现在还是我老婆，我一定可以让她回心转意，一定可以。叶宵嘶吼着冲向林奇，还没碰到他就被冲进来的保安死死控制住，一时动弹不得。别做梦了，你和苏钱已经离婚了，她早就不是你老婆了。林奇把骗叶宵签下的那份离婚协议书扔到他面前，冷笑：你和苏钱彻底完了。不！叶宵疯狂挣扎着，气得失控大叫。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想要杀人，他好恨林奇的算计，恨自己的不知好歹。被保安扔出公司之后，他在路边坐了很久，助理很同情他，塞给他一张银行卡，鼓励他继续去找苏钱。1年以后，他辗转打听到了苏钱的下落，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去南半球的一个海洋国家的机票。他胡子拉碴，沧桑的像个邋遢大叔，钱花光了。他饿了就去华人饭店要饭，困了就和一堆流浪汉挤在桥洞里睡觉。他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苏钱，并且带她回家。可是他并未意识到，期望越高，失望也就越大。他哪里知道，等待他的将是彻头彻尾的崩溃。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异国他乡碰到自己的初恋男友杜江。当年他高考失利后，觉得配不上我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南半球这个国家，就因为我有过一个开花店的梦想。他安顿下来以后，果断盘下了一间花店，花店的名字叫江与苏钱。我迈进这间花店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杜江，他还是当年的模样，高高瘦瘦，气质儒雅，只是眉宇间平添了几分成熟稳重。我们久久凝望，直到眼泪溢出眼眶。苏钱，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遇到你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刚刚和师傅会合，跟着他继续学画画，而且我没心思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，所以尽管对方是我的初恋，而且为了我一直单身，我依然拒绝了他。人心易变，我被狠狠地伤了一次，怕了。杜江主动提出和我做好朋友。半年之后，我提起去撒哈拉旅行采风，他熬夜给我做了一份详细的攻略，还低价卖掉了他的花店给我当路费。别担心我，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怎么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糊口。他的笑朴实动人，一如当年，又灿烂如春日暖阳。我怦然心动之下，决定再勇敢一次，主动向他求婚。他紧紧抱住我，好像生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。我们俩都哭得像傻子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只有师傅一人到场。他第一次做证婚人，有点激动，致辞时频频出错。我和杜江不断鼓励他。婚礼现场欢声笑语，温暖感人。我们本来打算度完蜜月就走，没想到我竟然怀孕了。天大的惊喜，我砸晕了。我哭了好久好久，怕我担心养不起孩子。杜江笑着向我亮明了豪门继承人的身份，家里早就催着他回去继承家业。直到我点头同意回国，他才认真地开始准备行李。没想到叶宵会突然闯进我们的篱笆小院，他苍老了好多，整个人脏兮兮的。直到他开口说话，我才认出他是谁。苏钱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求你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原谅我，跟我回家吧。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我们重新开始。
我保证会全心全意的爱你。你觉得我会接受一个天天给我下毒，连我当母亲的权利都无情剥夺的人渣吗？我一句话就让叶萧脸白如纸，哑口无言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我去中医院，什么都听到了。而且我那天掉进深坑，你明明听到了我的呼救，却假装没听到。在那一刻，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不是吗？哀莫大于心死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杜江挽住我的手，冷冷地看向叶萧，别挡路，我们还赶着去机场。叶萧终于发现了杜江的存在，绝望地瞪大了双眼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的老公，是我肚子里宝宝的爸爸。叶萧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肚子，颤抖的嘴唇白到几近透明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来。你怎么可以结婚？怎么可以怀上别人的孩子？你是我老婆，是我老婆呀！他抹了一把眼泪，固执地站在原地不肯让路。杜江忍无可忍，一拳把他揍倒在地，拉着我快步走出了院门。直到我们走出很远，还能听到叶萧凄厉的嚎哭。我和他早就结束了，是他一直不愿意接受。不过就算他哭死，也和我没有关系了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百无聊赖地打开手机，正好看到一则醒目的国内新闻：林奇不懂经营，遭人算计导致公司破产，他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绝望之下跳楼自尽。半个月以后，我接到叶萧那位医生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叶萧出了车祸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他一直喊你的名字，你能不能回来看看他？你告诉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没有义务完成他的遗愿，放下对他的恨已经很不容易。我和他的过往早就翻篇了，绝不会再为他浪费一分一秒。见春天不见故人，敬山水不敬过往。江湖规矩就是默契散场，大大方方结束，各自归于山海，才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此后余生，杜江和孩子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，我只爱他们和我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每周都会为大家带来新的精彩内容，不容错过。同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感受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故事的更新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